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透过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来欣赏113年的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田径场上第3天的赛事转播。我是今天的主播蔡景，非常开心为大家继续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田径协会的副秘书长刘富福教练来到我们今天的赛事讲评。教练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今天的田径赛事来到了第3天，一样是在南投县立田径场要来进行今天上午场跟下午场的赛事。那我们透过画面也可以来看一下今天在现场的天气状况。其实跟前2天相比前两天稍微是比较阴一点，然后稍微有一点点飘雨的雨势。今天相对来说太阳就比较大一点所以今天可能在整个气温上，在身体的适应度上，对选手来讲。气候会稍微比较热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可以看看今天选手们在场上的发挥如何，会不会有一点影响到他们场上的表现。今年的全障运来到了南投，现在透过画面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温度跟湿度，27度的气温，现在的湿度是来到了82%，稍微还是比较闷热一点，有一点风，但是没有非常的大所以今天在这个气候的部分也想请问一下教练，这样子稍微比较热、比较闷一点的天气，对选手来说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其实目前来讲还没有超过30度的话，选手来讲应该还是一样可以适应，应该可以适应。透过现在这个侧风上也可以看到今天还是稍微有一点风势，那对尤其是这个跳步的选手或是直步的选手来讲，他们等一下也可能要稍微感受一下现场的这个风的状况。那么今天我们的比赛稍后呢，在竞赛的部分呢，我们会先从听障男子组会有200公尺的预赛会率先的来登场。今年的全障运来到了南投来举行2年1度的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是从民国83年开始来登场的。那当时的第1届是由高雄来承办。在昨天的转播过程中，也有稍微跟大家介绍到，全民身心障碍运动会是从民国87年开始正式的更名，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这样的一个名称。那以2年1度的方式，在不同的县市之间来做承办。昨天的比赛中也看到了不少的选手其实都有打破全国、打破大会纪录的好表现所以相信今天应该也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看到选手们继续来缔造佳绩。我想2天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总共有44个人次，31个项目打破大会纪录。那在全国纪录部分有27个项目，然后40个人我想这个成绩是相当可观的。那表示我们的选手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都有一直在进步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高雄市吴木安。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在听障男子组200公尺的预赛，那会分为2组来进行。现在正在看到的是第1个预赛的组别，包括了在第3道台北市的选手李建辉，在第4道台北市的选手王柏纯，第5道是桃园市的选手陈伟凯，第6道是新北市的选手梁子琪，第7道是高雄市的选手吴木安，以及第8道高雄市的选手林景义。那当然其中第6跑道新北市的梁子琪在昨天的400以及前天的100都获得冠军。起跑之后来看一下目前暂时领先。用弯道来讲的话，那弯过来之后，梁子琪跟那个吴木安那现在看到几位选手，那最重要一点，他们目前几乎都没有尽全力只要跑进决赛就可以。初步的成绩25秒66。
现在选手在跑的过程包括在教练指导之下，比较懂得要保留实力来参加决赛。加上稍后要登场的第2组，总共是有11位的选手，那会取前8进入到最后的决赛。好，所以就像教练刚提到的，其实在预赛的部分，选手们也还是会视状况稍微的保留体力。那只要确定能够进入到决赛的情况下，在决赛的时候再把全力拿出来，争取更好的这个时间。当然，画面上我们也看到铅球也在比赛当中。那么铅球是视觉障碍那么第12级画面上看到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位好手江志忠各位都知道，江志忠在三铁方面，尤其他的标枪在他的标枪真的是在国际上在早期国际上也是非常好都拿到前3名。接着我们来看到听觉障碍男子组200公尺预赛第2组的到次介绍。第7道台南市陈志龙。第2组有5位的选手，包括了在第3道台北市的选手陈世玉，第4道是桃园市的选手王世伟，第5道是桃园市的选手李逢维，以及第6道台中市的选手李恩宇和第7道台南市的选手陈志龙。其中第4跑道的桃园市的王世伟都是代表国家参赛，那么也是我们大会级全国纪录保持者。选手们就位，正式起跑。我们可以看到一起跑出来，那么王世伟就取得领先的位置不过一样他们还是一样不会尽全力来跑这个预赛。王世伟感觉得出来是蛮从容的，体能上应该都还是有稍微的做保留。对，桃园市、台中市。另外，李恩宇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在这一组是率先通过终点，初步的成绩25秒52。在男子听障200公尺的部分在全国纪录跟大会纪录的秒数是22秒20。那看完了听障男子组200公尺预赛2组的赛事之后，我们稍后要把镜头再转向田赛的部分。好，来看到的是肢体障碍男子组标枪，我们要看到的是 F35级别的赛事。113年的全障运总共是有超过5000名的选手来参赛。那在田径的部分是来到了南投县立田径场，今天来到了第3天的赛程。刚刚的成绩14公尺56。
接下来台中市的郑坤宏也是我们大会的纪录保持者。那同时他在这一次田赛比赛也在铅球部分获得冠军。这次的市值距离还蛮不错的。在 F35级别的男子标枪赛是有6位选手来参赛。刚刚的成绩17公尺33。这位是台南市的选手薛富仁，他的第一次市值成绩来看一下，5公尺54。接下来登场的是宜兰县的选手王少奇。台北市选手王家伟的第一次市值，在前2天的田径赛事转播中，也有跟大家稍微介绍到，在身心障碍运动会里面，田径的这个分级，那每一个项目会看到它前面会有一个 F 或是 T， 分别代表的就是 track 竞赛或是 field 田赛。那另外后面的双位数字呢，第一个数字也就是10位数，可以看到的是选手他们的一些障碍类别的分级哦。那像是现在看到的35跟36，以3开头的代表的是选手是脑性麻痹的障碍，那后面的数字个位数字则会代表的是选手们的这个障碍程度的严重性。那后面的数字个位数字如果越大，代表它的障碍程度是越低的。那其中在脑性麻痹的选手当中，35到38的这个级别里面，代表他们是以站姿的方式来进行比赛。那么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那么标枪 F36级、35级跟36级同时来进行比赛。在36级的部分是有4位选手来参赛。现在看到的是云林县的选手吴怡静。这个距离也蛮不错的。刚刚的成绩是3公尺21。台南市的陈柏仁他在昨天400也参加跳远其他方面在400是获得冠军。台南市的陈柏仁也是我们这一次赛会大会及全国纪录保持者。台南市的选手陈柏仁在100公尺是收下了银牌，400公尺收下了金牌。那另外在铅球的部分也进账了一面银牌，在本届全障运的表现是相当的亮眼哦。他比较可惜的是在跳远是落地的时候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那现在看到的高雄市选手王敬福同样也是有很出色的发挥。那前面在100公尺跟
400公尺都是有获得奖牌的。那另外在铅球的部分则是获得金牌。现在回到 F35级，来到了第2次的市值。画面上看到的是基隆市选手张信明，他的第1次市值成绩是14公尺56，在第1次市值当中是排在第2。这一次的成绩又更远了，16公尺，跟这应该是15公尺82，比他的第1次市值再更进步了一些。接着看到的是台中市选手陈义玲，陈义玲第1次市值的成绩是4公尺99。第2次市值的成绩也是有进步的，来到了6公尺14。第3位登场，看到是台中市选手郑坤宏。哇，这次市值的成绩非常的出色啊！他第1次市值的成绩是17公尺33。那也是在 F35级当中6位选手里面有第1次市值成绩最好的。来等一下他的第2次市值的成绩。哇，19公尺52，哇，比他第1次的表现再更精彩啊！看能不能有机会打破自己的纪录。台南市的选手薛富人，第1次市值的成绩是5公尺54。参考成绩2分13秒46。这一次的成绩来到了6公尺04，所以也比第1次市值的表现更好。再来说宜兰县的选手王少奇，第1次的市值是失败的，没有成绩。来看一下第2次市值成功。宜兰县选手王少奇第2次的市值有超越了1公尺，有获得成绩。接着是台北市的选手王家伟，在稍微的助跑向前之后，觉得好像步伐跟节奏不太对，重新再来一次。虽然说距离不是特别的远，但是其实抛物线是蛮漂亮的。对。来看一下台北市选手王家伟。在 F35级的6位选手第2次市值都完成了之后，要来到 F36级，4位选手们要进入第2次的市值。首先看到的是台中市的选手黄介兰，第1次市值的成绩是8公尺74。
接着是云林县的选手吴怡静，这次市值也蛮不错的，在抛物线跟最后的距离其实都相当的理想。成绩超过了13公尺哦，13公尺50。再来看到的是陈柏仁，台南市的选手，哇，这次的市值也很不错。他刚第一次市值的成绩是14公尺92，来看看第二次市值的距离如何。哇，18公尺89，哇，所以比他第一次的市值是再进步了快要4公尺哦。王敬福第一次市值的成绩16.99，16公尺99是4位选手当中的领先者。来看一下他现在第二次市值的成绩。大家可以报告嘉义市彰化县。这件事情相当重要，因为我们分级这边部分的裁判，请嘉义市彰化县看是领队或者是教练，请赶快到分级室，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找您哦。从昨天就一直广播了，再一次的麻烦嘉义市彰化县。接着再来看到 F35级，基隆市的选手张信明，第3次的市值。是4公尺47。台中市的选手陈依林，第3次的市值成绩超过了5公尺，5公尺07。哇！这一次应该有机会破自己的纪录哦。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到底如何。台中市的选手郑坤宏第3次市值，距离非常的远。哇，稍微的助跑之后，在力量的传送，把他的标枪，哇，已经送到目前为止最远的距离哦。来看一下测量完的成绩如何。他过去保持的全国跟大会纪录是21公尺33，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市值是不是也超过了20公尺？那么裁判跑到那边就是表示他破大会纪录，他请那个副裁判长来的时候就表示他打破大会及全国纪录。好，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这个应该小朋友干嘛？分数板跑不动，跑不动应该是25应该是25。25公尺26，这个工作人员弟弟表示说他动不了。25公尺26，所以郑坤宏刚刚已经打破了大会跟全国纪录。这个协助的工作人员弟弟应该想说，这是板子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反正有时候还是要抬头看一下到底。
王少奇，宜兰县的选手，第3次的市值。再来看到的是王家伟。台北市的王家伟选手在准备动作上都会比较谨慎一些，节奏跟他的步伐的调整，这次市值的成绩也不错。王家伟选手平均在标枪市值上都是可以超过10公尺多的。目前他的成绩应该是排在第3名，又是在10公尺的多，嘿，10公尺相当稳，表现是非常的稳定。F35级的6位选手都进行完3次的市值，接着要继续来到 F36级。首先登场的是台中市选手黄介兰，他前面最好的成绩是8公尺74，来看看第3次市值。8公尺45，再来是云林县的选手吴怡静，第3次市值也蛮不错的。他刚刚前面最好的成绩是第2次市值的13公尺50，而且前2次的市值都有超过13公尺，表现是蛮稳定的。来看一下吴怡静。第3次的市值12公尺38，他们又忘掉了第4次驼子，第3嘛，这是第3次，对，第3，所以还没有做顺序的调整，还没有顺序，还没有排列。台南市的选手陈柏仁。他第2次市值的成绩是有超过18公尺。那接着看到的是高雄市的选手王敬福。王敬福在第1次市值的时候是获得了16公尺99。99，接下来88。好，看完标枪 F35跟36前3次的市值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竞赛场上。来看到的是肢体障碍女子组，在200公尺 T54级的决赛。参赛的2位选手包括了这个竞速女王陈玉莲，等下是在第3道来出发。那在第5道的是彰化县选手林真。都一直是他们两位。总是2位选手在较劲啊。那昨天的转播中也跟大家有介绍过陈玉莲这位有竞速女王之称的资深选手，国际赛事经验其实也相当的丰富。那么在这边也要跟各位观众在这边跟你说声抱歉昨天我在做讲评的时候因为他们车子前面有一个那么轴心它的抵达终点是以它的轴心为主以它的轴心为主。这边帮副教练来补充一下教练所说的是这个在竞速轮椅的比赛当中最后冲线的判定点是要根据选手们的轮椅前轮的中轴心来作为标准来看到底是哪一位选手率先通过终点的。
枪响起跑。在第3道的是台北市选手陈玉莲，第5道的是彰化县选手林真。竞速女王陈玉莲开赛之后速度还是非常的快。来看一下这一次在200公尺，她能够以多少时间来完赛？在智障方面是陈玉莲，在视障方面，就是雅婷，就是刘雅婷。都是国内在身心障碍组非常知名的老将啊。陈玉莲通过了终点，初步成绩是36秒73。至少他们都是维持在他们的水准，虽然没有打破自己的纪录，最起码都维持在他们的水准。有时候他们都还是会打破纪录啊，尤其是在竞赛的部分，在田赛，因为可能有时候要到田赛场上练习，可能比较不方便。那竞赛他们平常练习的机会相对的比较多一点。好，那我们再把镜头转回田赛的部分，继续要来看刚刚在 F35 跟 F36 级标枪的后3值。这边也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成绩的排序哦。在男子 F35 级的标枪前3值进行完之后，目前的成绩就是以刚破了全国跟大会纪录的郑坤宏25公尺26，目前是占据第1。排在第2的是基隆市选手张信明，他在第2次试值的15公尺82，目前是暂时排在第2。排在第3的是台北市选手王家伟，他在第1次试值的成绩是最理想的12公尺26。好，所以在前3次的试值进行完，要进入到后3值的时候，也会先进行一个顺序的调整，那会以选手们在在前3次试值的最佳成绩来做一个排序。那在接下来的顺序上会是跟他们的成绩会是颠倒过来，等于成绩最好的会是压轴来登场。所以这边看到的是宜兰县选手王少奇，他比较可惜前3次的试值当中，第1次跟第3次都是没有成绩的，都是试值失败。那他在第2次试值是有1公尺68。接着看到的是台中市选手陈艺玲。陈艺玲在前3值当中的最佳成绩是6公尺14。这次的成绩有超越了他前3值的表现，来到了7公尺19。再来看到台南市选手薛富人。台北市的选手王家伟，前3值最好的成绩是12公尺26。这次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越他自己前面的成绩。11公尺96其实已经很接近了。对，好，现在我们看到目前是在 F35 级，目前战绩第6，基隆市的张信明。
哦，刚才14公尺1也跟他之前的成绩也差不多。再来是刷新的全国跟大会纪录的郑坤宏，好，这一次的成绩就没有上一次好。对。哦，那上一次几乎进步6米、5米多，哦，进步5公尺都真的不容易。把自己所缔造的这个全国跟大会纪录从21公尺33推进到25公尺26，相当的不容易哦。所以我们时常讲标枪跟跳远有神来一跳，神来一指。94公尺90。这个旁边的弟弟在说：“你在帮他刷成绩啊。”不过也要趁这个机会来感谢一下我们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哦，包括我们的裁判组，还有我们帮忙计分的同学们，其实这几天都非常的辛苦。对，而且他们整个比完之后，反而善后的工作都是由这些同学来做。我们要特别感谢南投国中的同学。哦，在他们昨天整个比完之后，哦，他们带队老师还是包括在司令台那边都把整理的非常的干净。哦，非常不容易哦，这一批同学真的非常好。这次在现场协助的应该是南投国中的田径队吗？不一定，他们用代表的，像我昨天问到的是一个是桌球队。哦，因为要动用那么多的同学应该田径队可能人数不够。对。不过相信对这些同学来讲，有机会来参与这种赛事现场的一些不同类型的工作，其实都会是很宝贵的经验哦。未来在更多的赛事的可能承办的协助上，应该对他们来说都会有很多的帮助。那尤其可以透过在担任这种赛事工作人员的期间，来看选手们的表现哦，这么近距离的看他们，包括从先前的检录准备到参赛的过程哦，对选手自己也都会是一些经验值的累积。陈柏仁这一次的表现也蛮不错的。来看一下陈柏仁第4次市值的成绩，16吗？16公尺76，还是比之前差一点。前面最好的成绩是18公尺89。再来是高雄市的选手王敬福。是接下来是那个要先回到 F35， 对，35级的第5次市值。是台中市的陈义林目前应该是占居第5。今天早上在奖点组的部分，在这边也要感谢奖点组老师的辛苦了，以及台南市的选手薛夫人。学校的校长还为我们担任颁奖嘉宾6公尺77，也超越了他前4次市值的成绩。不对，动。所以是5公尺73。再来是台北市的选手王家伟，他前面最好的成绩是12公尺26。其实王家伟的市值成绩稳定性也是蛮不错的，都能够在10到12公尺。他脚踏出来就失败了。
基隆市的选手张信明。刚好昨天晚上吃饭，刚好跟他在隔壁同一桌，看他还是非常乐观。昨天晚上我们刚好就在走出来外面那边，一个大吉利用餐，他们刚好在隔壁。郑坤宏应该是没有超越他破全国的那一支。对，那一支，这一支也不错啦。应该有接近19-20公尺左右哦。有超过。21公尺50。这个成绩也再度的超越他之前的全国纪录虽然没有再向前刚才那一组。又回到 F36级的比赛。台中市选手黄介兰，前4次市值的成绩最好成绩是8公尺89。我这次是拿到了超过了10公尺10公尺45。云林县的选手吴怡静，11公尺14。接着看到高雄市选手王敬福，看会不会再进步超过20？看起来应该没有。14公尺26。不过他还是以16公尺99获得在这一组里面获得第2名。那最后要看到目前领先的陈柏仁，也没有再进步。他前面的最好成绩是18公尺89。王柏仁是破大会纪录了。这次还没有破，因为他自己所缔造的全国跟大会纪录是20公尺70。对，应该我们是讲刚才的郑坤宏了，他没有破。现在这一组已经举办完毕了。再来到 F35级，最后第6次的市值。此次的赛会，成绩也是收获相当的丰富哦。恭喜慧玲，感谢颁奖人。不过郑坤宏，那个台南市的陈柏仁也不错了，在这一次也拿到好多项目的金银铜。这个应该是第6次的市值哦，上面的数字没有改到。陈义玲，台中市的选手，第6次的市值。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那个棒球好手的老爸林汉生，林哲轩的爸爸。薛夫人也完成了他第6次的市值。王家伟
目前排名第3，有刚好取3位。庄家伟前面最好的成绩是12公尺26，这一次 A 线。目前占据第2的是接着要来登场基隆市的选手张信明，前面最好的成绩15公尺82。这次的市值成绩12公尺71。最后就要来看到今天有打破全国跟大会纪录的郑坤宏，今天有2次的市值都有超过20公尺，那破全国的是25公尺26。看看最后一次的尝试，稍微比较可惜一点，应该在18、19左右。19公尺50，还是要恭喜郑坤宏，今天在 F35 级标枪的决赛是以25公尺26的成绩打破了全国跟大会纪录，同时也收下了这个级别的金牌。继续来看到 F36 级最后一次的市值，台中市选手黄介兰，前面最好的成绩是10公尺45。黄介兰刚刚的成绩11公尺86，所以又比他前面的表现更进步了。对。接着是云林县的选手吴怡静，前5次市值最好的成绩是第2次所掷出的13公尺50。这一次的成绩11公尺35。高雄市的选手王敬福目前是暂时排在第2，前面最好的成绩是16公尺99。是哦，不是哦。陈柏仁最后一次的市值。恭喜第1名台北市的梁肯进以10公尺53获得了冠军，恭喜获奖选手，感谢颁奖人。有时候碰到神来一指，他下一次要破纪录就不见得非常容易。因为他一下子把他的成绩要提升，还那个我们讲的郑坤宏一下提升蛮多的。那王柏仁也就是维持他之前的一个成绩。所以我们在35、36这2级比赛都已经结束。陈柏仁刚的成绩是16公尺多，不过他前面最好的表现是第2次市值的18公尺89。那接着我们再把镜头转回到竞赛场上，来看到肢体障碍男子组。
好，因为现在竞赛场地目前正在整理中，选手们还在准备。我们先透过画面来看一下刚刚在标枪2个组别的精彩画面。欢迎回到比赛的场上。113年的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来举行。田径的部分呢，今天已经来到了第3天的赛程。那今天是再度来到了南投县立田径场，要来进行今天上午跟下午的赛事。上午的比赛，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到的是肢体障碍男子组在200公尺T31级的决赛。现在来进行的是倒次介绍，在这个级别有2位选手来参赛，包括了在第3道台北市的选手尤胜旭，以及第5道嘉义县的选手林怡泰。在昨天的比赛，我们也看到2人其实在比赛的这个方式是不太一样的，一位是以向后的方式，一位是以向前的方式来进行。现在比赛也正式开始，200公尺的距离来看一下林怡泰，现在是稍微保持领先。那尤胜旭在昨天400公尺的比赛当中呢，是一开始的速度还不错，但是后续感觉力气上是没有办法坚持到最后。
我们看得到台北市的游胜旭还是用单脚，他另外一脚也是勾在旁边。只能够以单脚的方式，力量上是比较有限的。对，而且他没办法两脚来做交替的话，同样用一脚的话，从头到尾的话，这样感觉上你就比别人还要吃力。前面也介绍到田径分级的方式，在 T30几的这个级别都是脑性麻痹的选手。T31级别又为脑性麻痹选手当中障碍程度最高的、最严重的。林一泰从开赛到现在，速度上都维持的还不错。看一下，马上要抵达终点，来看看最终的成绩。这个级别的全国跟大会纪录是1分34秒12，所以其实非常的接近，以几秒的差距，这一次的冲线是1分39秒26。虽然不能打破自己保持的纪录但最起码在这个项目也是一样再度获得冠军。恭喜林一泰再进账了200公尺的金牌。游胜旭距离终点还稍微有一段距离，不过感觉真的力气上应该是真的非常的吃力啊！就像教练刚提到的，因为只有单一脚的方式来进行前进啊，所以其实在实力上稍微负担会比较大一些。对，而且呢，在昨天还是一样跟林一泰比了400那今天200的话，对他来讲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光用单脚来做支撑来做推动的话是比较吃亏的。就像昨天转播中也提到，对游胜旭来讲，一方面是只有单脚，一方面是向后的过程中其实还要不时的往回头看一下自己的方位方向有没有正确。大会报告车号。即便说是非常的辛苦，但是还是要坚持来完赛，持续来朝着终点线迈进。这一次113年全障运的田径赛事其实也有不少的观众，尤其是前2天在这个周末假期是蛮多观众有进场来看比赛。现场除了能够看到很多在竞技成绩比较理想的选手不断的挑战自我之外，其实也看到很多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很坚持的要把比赛完成，其实对许多场边的观众来讲都会觉得相当的动容。恭喜游胜旭通过了终点线，完成了今天200公尺的决赛。透过重播，再来看一次2个人今天的比赛画面。肢体障碍男子200公尺 T32级决赛，道次介绍：第1道彰化县黄建章。接着要继续来看到的，同样是在200公尺的决赛，这边是 T32级别，现在正在进行道次介绍。第7道嘉义县黄建明，这个级别有4位选手来参赛，包括了第1赛道彰化县的选手黄建章，第3道是台中市的选手王君宏，以及第5道台中市的选手何东卢。第7道最外围的选手则是嘉义县的黄建明。场上起跑，来看看4位选手今天在200公尺决赛的发挥。在这个级别的全国跟大会纪录都是由王君宏所保持2分26秒03。他同时也是在昨天又再度打破他自己400所保持的大会及全国纪录。
来看一下，在第3道的台中市选手王君宏，犯规了。选手很辛苦，然后他因为超越到别人的赛道，内道的话就犯规。目前还是由台中市的选手王君宏保持着领先。对，进入到直道，全力的加速，迈向最后的终点。来看一下有没有办法来超越自己所保持的全国跟大会纪录2分26秒06，应该是有机会的哦。对，因为他在昨天400就打破他自己大会及全国纪录，所以还是要加油。非常有机会非常有机会。也看到第5赛道的何东儒也在持续的加速。好，来看一下王君宏的成绩，初步成绩2分15秒20完赛，所以也再创了自己的大会跟全国纪录。哇，相当的不容易，有刷新了自己过去所保持的2分26秒03，这次是以2分15秒20来拿下金牌。他自己也在那边拍拍手，自己很高兴因为在昨天跟今天都是打破大会及全国纪录。哇，相当的不容易哦。其实选手在训练的过程非常的辛苦。透过重播再来看一次。你像王金龙就比较有经验，他就戴着手套然后在第1道跟第5道我是这2位选手都没有戴手套，只有在3区2个选手戴了手套。那么现在要进入到T51级的200公尺决赛之前，现在场地也要稍微的整理一下，我们也请观众朋友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所要进入比赛，大会纪录是由台北市林正泽所保持28公尺1.2。那我们这次参赛选手有11名选手，新北市陆光于苗栗县元宝、苗栗县陈烈、台中市邱科章、台中市陈长威、台中市陈秀木、彰化县许胜清、台南市郑真霞、陈长国、台北市廖成汉以及台北市林正泽选手加油！它这种机器不是 B 券很容易，它原本内设定是 ATW 吗？男子标枪 F96级决赛，我们呢开始减重啊！我们现在10:05，我们现在开始减重。台中市黄荣嘉、彰化县黄峰山、高雄市张广志、台北市刘伟新啊，以上4位选手，麻烦你啊能够赶快到减重处来减重。跳远部分的视觉障碍男子跳远 T13级，那要进行当中。新北市吴龙斌、台中市黄家煌、台南市周立富以及金门县王耀云选手，大会纪录那是由台中市林胜杰保持的5公尺82。颁奖颁发肢体障碍男子标枪 F36级，获得冠军的来自台南市的陈柏仁，18公尺89。在这一届的台南市也表现相当优异，当然我们也要恭喜教练团队们相当的辛苦哦。不仅在我们身障这一块的教练，以及在国中上来协助的我们汉生教练、丽萍组长，都是相当的辛苦。恭喜你们！恭喜你们拿下了真的相当多的好成绩，也恭喜博仁在这个项目摘下了冠军。感谢田校长为我们颁奖，谢谢。
好，我们接着颁发T304肢体障碍女子的200公尺 T54级，冠军的是台北市的陈玉莲，36秒78。在肢体障碍男子标枪 F36级的部分哦，第2名呢是来自高雄市的王敬福，16公尺99。恭喜获奖2位选手，也感谢颁奖人。场次 F302肢体障碍男子组的标枪 F57级进入后3次的决赛，占据第8桃园市邱启文13公尺50，占据第7云林县何敬任14公尺41，占据第6新竹市张福生15公尺79，占据第5彰化县刘淑玉16公尺60，占据第4台南市高明泰18公尺94，占据第3台北市黄国泰19公尺49，占据第2的是台中市林志荣22公尺39，目前暂时领先台北市林荣福23公尺59，选手继续加油。我想再修一下，不然他等一下特写我来不及。欢迎回到113年全将运的田径赛场上。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肢体障碍男子组200公尺 T51级的决赛。在这个级别总共是有4位选手要来参赛，将来进行到次介绍。洪明，第5道彰化县陈柏伟，第7道台南市张建龙。大会纪录及全国纪录是由薛洪明选手保持1分06秒37的成绩。选手就位。
男子 T51级200公尺的决赛现在正式开始。第3道的新北市选手薛宏明保持着这个级别的全国跟大会纪录1分06秒37。目前感觉上也是他比较快。那么一般来讲，选手都会100、200、400、800、1500都会参加。那么一般都是100、400、1500比完是200、800。那他在这次的赛会100、400也都获得冠军。那同时在1500公尺是打破自己保持了大会及全国纪录。选手们透过了第一个弯道，进入到直道，要迈向终点。来看一下薛宏明最后的成绩会如何。刚刚有提到他所保持的全国跟大会纪录是1分06秒37。看看最后的直线冲刺有没有办法来打破他自己所保持的纪录。哇，非常的接近，差一点点。哇，1分09秒72，差了3秒左右的时间。不过虽然没有办法来刷新这个全国跟大会纪录，但是薛宏明还是在男子200公尺 T51级来收享金牌。那当然也要恭喜台南市的张建龙在这个项目获得第2。台南市的林昭坤这时候也通过终点。彰化县的选手陈柏伟虽然稍微有一点差距，不过现在也很努力的迈向终点。昨天在看400公尺的比赛其实许多人都有被张柏伟给打动。即便说他跟前面3位选手的速度上是稍微有些差距的，那也很明显看得出来，在器械上他使用的这个轮椅是比较偏生活型，而不是这种竞技型的。但是他还是很努力的要完成他的比赛。画面的左手边也看到稍后要准备来进行的跳远赛事。彰化县的选手陈柏伟顺利的通过终点线，完成了他今天200公尺决赛。透过慢动作再来看一次刚刚的画面。所以你看他的轮椅跟别人比起来，相对的就吃亏很多。镜头现在转到跳远的赛场上，然后要来进行的是男子视障组的跳远，包括了 T11、T12 和 T13 3个视障的级别。昨天在转播的过程中也有跟大家介绍到这个田径的分级在视障组的部分就是有3个组别，从11到13，那其中以11的障碍程度是最严重，是全盲的。那 T11 级别的选手在参赛的时候也都必须要佩戴着眼罩或是眼贴，那以确保说所有选手都是一样，是没有光线的这个介入的情况下来参赛。所以对 T11 级别的选手来讲，尤其是在这个跳步的比赛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对选手来讲是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中，那要靠着他的教练或是辅导员的一个帮助，可能透过拍手或是一些喊话的这个指示的引导之下，来确认他的这个方向是否有正确。那其实像我们的帕运国手杨传辉过去也有分享过，其实他也经历过这种在跳远的练习或是比赛的过程中，有不慎的因为他的方向不对，导致于最后不是落在沙坑里面而出现伤势的情形所以其实是会有一定的危险跟风险性。那也希望今天所有的视障组的选手在比赛的过程都是能够很顺利，以正确的方向来进行赛事。
场地整理的差不多，稍后马上就要来进行视障男子组从 T11到 T13 3个级别的跳远赛事。那因为3个级别的选手其实都是不到8人的，所以今天所有3个级别里面的选手都是能够把6跳全部都进行完。画面的后方看到这个阳伞底下，看到的是我们的帕运国手杨昌辉在场边待命中。好，在 T11级别，要先来看到的是云林县选手沈博宏，成功的试跳。所以刚也看到他的教练是在他的身后先帮助他就位之后，那告诉他直直的向前。前面也看到他的另一名这个台北市的教练有透过拍手的方式让他确认他的前进方向。结果刚才在帮助他那一位是台北市的教练所以相当不错那他刚帮那个我们云林县的沈博宏来指导，刚那个教练是台北市的一个教练其实尤其在视障组别可以看到许多的就算是不同县市教练们之间其实都会互相来帮助选手毕竟选手的安全一定都是大家的第一考量。对，其实刚才那个教练他同时也是国家级的裁判，那在身心障碍他都是带台北市的选手出来比赛。我们的裁判长亲自示范爬沙。场地的维持跟恢复也是比赛中很重要的一环。沈博宏刚第一跳的成绩是2公尺45，接着就要来看到我们的帕运选手杨川辉，代表台中市来参赛。杨川辉也是这个级别的全国纪录保持人，6公尺60。那因为视障的选手刚才提到，他们是要透过声音来辨位所以现场也特别要把这个大会的音乐关掉，确保视障选手是能够清楚的去辨认前面教练所给的指令。好像也看到川辉的教练在他的起跳板前面用拍手的方式引导着他。川辉的加速跳出去，哇，距离非常的远。来看一下这次的成绩如何。包括要离开沙坑的时候，教练也都会在一旁给予他指示向左向右往哪一个方向走。哇，跳出去的动作延展性相当的不错，5公尺67。刚有提到他所保持的全国纪录是6公尺60。接下来是 T12级，代表台中市的吴进德。台中市选手吴俊德的第一次试跳，没有问题。这边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从T11级别到T12级别之间，在这个视障能力的障碍程度上就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对 T12跟 T13级别的选手来讲，其实在这个方向的辨位上的困难度就没有 T11那么高。刚刚的成绩3公尺43。
目前从前面的 T11级别到现在 T12级别的赛事，风向现在都是维持一个逆风的状态。刚刚在川辉选手的5公尺6.7的时候是逆风3.2哦，所以如果等一下风势有稍微改变一点，杨川辉看有没有机会来突破一下自己的全国纪录。这边看到的是台中市的选手易浩成，第一跳的表现也蛮不错的。对，这里面1号成虽然大会纪录不是他保持的，但是最起码他也参加很多这样的比赛，都有相当不错的表现。也是一位赛事经验相当丰富的选手。那在这个级别保持着全国跟大会纪录是今天同样也会来出赛台北市的选手梁耿静。然后过去在101年的高雄全障运所保持的6公尺62。下一位登场看到的是台中市选手张少豪。刚提到的这个级别的全国纪录保持人就在画面的后头，也在热身准备。台中市选手张少豪，第一跳的成绩4公尺74，不错年轻的朋友。接着看到的是高雄市选手施全佑，然后重新来起跑。施全佑也赶快热热身子，调整一下呼吸跟节奏。全力的加速，来看看施全佑的第一次试跳。成绩是4公尺21。刚刚高雄市的选手施全佑4公尺21的成绩是在逆风2.3的情况下跳出的。那接下来登场要看到的是宜兰县选手廖俊廷。廖俊廷完成了他的第一次试跳，比较可惜手也是有稍微的往后撑了一下。刚刚的成绩是2公尺95。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台北市的选手，教练也在起跳板前面透过
拍手声音的辅助，来帮助吴俊佑辨认他的方位。台北市选手吴俊佑，哇，这一次的距离虽然很远，但是裁判第一时间就举起了红旗。哇，脚尖应该是超过了起跳板哦。因为他们那么视障看不到，所以他的板子就是用石灰粉画了一个1公尺见方这然后看他从哪里跳就从哪里来进。接下来登场的就是这个级别的全国纪录保持人，台北市选手梁耿敬。梁耿敬跟他的妻子李怡慧同样也是一名视障选手在上一届的台中全障运，2个人携手拿光了9面的金牌，这个夺金夫妻档。来看一下梁耿敬今天的第一次试跳。距离也蛮不错的。我刚才看到，其实跑出去之后，在方向方面稍微有往他的右手边偏了一点点，不过还好，最后是有落在沙坑里面。这个也是视障选手在跳远的部分，我们刚所提到多少会遇到的一点风险所以还是需要透过教练的这个声音上的指导，告诉他们方位的一些调整。刚刚的成绩5公尺52。5公尺52，哇！看一下，如果也是在一个逆风的情况下，好，看看晚一点后面几跳有没有办法来突破他所保持的6公尺62的全国纪录。接着要继续来进行到 T13 级别的跳远赛事，第一位要来登场的就是新北市选手吴农斌。昨天在3级跳远也拿冠军，那他在跑的部分是比较好。吴农斌选手其实最初我从高中投入田径训练之后，是先在竞赛跑步的部分下了比较多的功夫，那去年才开始增加跳步的训练。哇，这一次跳的距离非常的远。哇，看到他起跳之后空中的这个延展性，吴农斌选手在去年的这个杭州亚帕运是在 T13 级的跳远夺下了铜牌。今天的第一跳成绩是5公尺52，当时他在亚帕运夺铜的成绩是6公尺，我更正一下，应该是5公尺73。不过在 T13 级别的全国纪录是由黄家煌所保持的5公尺94，那是在上一届台中全障运所跳出来的成绩。他说他在大陆跳多少？吴农斌吗？对，6公尺。所以这个纪录就没有改过。对，应该是大会纪录是由黄家煌所保持。没有，但是全国纪录就要去修正。对，没错没错。6公尺整。对，当时是夺下了铜牌。来看一下黄家煌今天的表现。非常的接近。黄家煌今天的第一跳是5公尺17。周立夫选手，这次是在起跳板的部分有稍微的超出来，所以裁判也是第一时间就举起了红旗。
再来到 T13 级别的跳远赛事哦，就可以看到选手们使用的起跳板是恢复到一个板子的这种形式，而不是用石灰粉来测量选手们起跳的距离。目前在 T13 级别保持领先的是第一位登场的吴农斌选手，5公尺73。接着看到的是王耀云选手，来自金门县，第一次试跳也是没有成功，裁判也是举起了红旗。接下来再回到 T1 级别的第2跳，云林县的沈博宏选手在第1跳的成绩是2公尺45。第2跳的成绩2公尺57，有在进步了一些。刚刚这一跳的成绩，这一跳2公尺57的时候是在逆风2.0。这边看到的是台中市选手吴俊德哦，所以来到了 T12 级别，代表杨传辉选手应该是选择在第2跟第3次试跳都是先休息了，因为毕竟他在第1跳已经跳出了5公尺67的好成绩，所以可能在体能上也稍微的让他调整休息一下。来到了 T12 级别的第2跳，吴俊德选手刚跳出来的成绩是3公尺62，也比他的第1跳3公尺43的成绩再好一些。接着看到的是同样来自台中市的选手易浩成，易浩成的第2跳是成功的，第1跳的成绩是4公尺33。第1跳的成绩在这个级别目前是占居第3。这一次的成绩4公尺28。接下来看到台中市的选手张孝豪，他的第1跳成绩4公尺74，是占居第2。哇，漂亮！同样是在空中的延展性相当的理想。张少豪选手第2跳的成绩4公尺67。
两位台中市的选手1号陈跟张少豪都是能够稳定的维持在4公尺多。接着来看到高雄市的选手施全佑，第2次的试跳，在步伐的掌握上，似乎是没有第一跳来的理想。起跳的位置甚至连这个石灰粉的起跳板都没有踩到，所以在跳出去的步伐控制上，可能可以稍微再调整一下。这次的成绩是在逆风2.9的情况下跳出3公尺75，但他的第一跳其实是有来到4公尺21哦。宜兰县的选手廖俊廷也完成了他的第2次试跳。这次的成绩2公尺50。下一位要看到台北市的选手吴俊佑，第一跳的时候因为脚尖有超过起跳板，所以第1次的成绩是没有计算的。来看看第2跳的表现能不能够更稳定一些。这次起跳的距离掌握就比较保险，但是应该也是在起跳板之前就已经正式的跳出去了。有慢动作，再来看一次，确实完全没有踩到起跳板，所以对于这个起跳位置的掌握，还是要稍微的再调整一下。吴俊佑这一次的跳出来的成绩是4公尺06，所以如果稍微调整一下起跳的位置的话，应该在成绩上是能够再往前突破的。那接着就要来看到这个级别的纪录保持人梁耿静，第一跳的成绩是5公尺52。空中的延展性展现出很好的一个身体素质哦。这一次的起跳点也是比较前面一点这应该是刚刚前面吴俊佑的成绩4公尺06，梁耿英这次的成绩是5公尺。哇，这一次是比较可惜，因为他距离起跳板比较远。对，5公尺50。再稍微往前一步起跳的话，成绩应该可以再有所突破。好，那接着进入到 T13 第3级别。照道理讲，应该 T13级应该是选手的成绩要比较好，因为他可以清楚的看得到。亚帕运国手吴农斌没有起来。刚有稍微介绍到吴农斌选手起初在接触田径的时候是以这个跑步的项目为主，包括短跑跟中距离的项目，那是从去年他才开始进行这个跳步的训练，所以其实在对于跳步的一些技术掌握度上，
训练的时间很短，但是去年就已经能够在亚帕运上夺得一面铜牌，真的是很不容易哦。接着是台中市的黄家煌选手。这次也是让裁判立刻举起了红旗。起跳板的部分已经踩到红色区域。其实这几天的全障运田径赛事尤其是在跳远3级跳的赛场上，可以看到一旁是有蛮多的摄影师们，特别带着自己的这个大炮单眼相机来到现场来拍照。跳远的比赛真的在画面上是非常有张力的，所以尤其国内有举办田径赛事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摄影爱好者，我们画面马上带到，很多我们的这个摄影大哥大姐们都带着最好的器材，在这个跳远的沙坑后面来等待这个绝美的画面。今天因为不是假日，比昨天人少了一点。那以平日来讲，其实人数也不少哦。其实在昨天前天我们是看到一票人，一大群，对，一大群的。然后看到台南市的选手周立夫，第二次的试跳是2公尺91。金门县的王耀云选手完成了他的第2次试跳。好，让我们把镜头再转向竞赛场上。我们来看到的是肢体障碍男子组200公尺 T52级的决赛。在这个组别有3位选手要来参赛，包含了台南市选手吴正友在第3赛道，第5赛道的是台中市的选手林建宏，以及第7赛道台中市选手黄景宏。200公尺 T52级决赛。道次介绍：第3道台南市吴正友，第5道台中市林建宏，第7道台中市黄景宏。大会纪录及全国纪录是由台中市林建宏选手保持45秒90的成绩。由第5赛道的台中市选手林建宏所保持的全国跟大会纪录45秒90，来看看3位选手今天的表现会如何。枪响起跑。那我们刚才提到了选手都会参加100、200、400、800、1500。那么同样的林建宏在昨天也是一样他的100、400、1500都获得冠军。那1500同时打破他的大会及全国纪录。那么看看我们等一下200公尺的表现如何。2级决赛。通过第一个弯道之后，已经来到直道的林建宏，速度其实非常的快。
不过一边前进的同时，还要稍微调整一下方向，确保自己不会偏离他的赛道，顺利的通过终点。请裁判提醒一下跳远的选手不要站在跑道上面，谢谢，谢谢。恭喜台中市的林建宏选手，顺利的在这个级别拿到了金牌。吴正友选手，虽然在器械上同样也是使用比较生活形式的轮椅，但是他跟昨天的比赛一样，也是要坚持到最后。就算速度上跟他的对手稍微有一点差距但是还是要用尽所能来完成他的所有项目的赛事。台南市吴建友选手加油！其实在这一次全障运田径的赛场边呢，也有这个轮椅的轮子维修区。那这几天除了参赛的选手之外许多在来到现场，不管是看比赛，或是可能是选手的一些家人、加油团等等的其实现场真的有蛮多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轮椅。那当然也包括了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有许多这种电子的电子遥控的轮椅，其实速度都很快对，现在很多人代步都是用这种情况。那为了帮助不管是选手或是来到现场的这个观众，可能在轮椅有遇到一些障碍问题的话，其实现场也都有这个维修区，是能够帮助选手跟现场乘坐轮椅的观众是能够来排除他们这些问题。不错那么吴正友他还懂得规则，因为他原本是第3跑道，但是他现在是在第4跑道，因为他进入直道的话没有得力就也没有占便宜，所以是不会犯规的。但是在弯道你如果从第3到第2的话就危险其实他刚才如果进到第2跑道也无所谓，进入直道的时候，只要你后面没有人，你没有去影响到别人，倒是无所谓。这个在上一届的全障运，我们刚刚在跳远赛场上看到的杨川辉选手，当时在400公尺，就是因为弯道的时候有踩到内线导致于他当时400公尺虽然是拿下金牌，但是后来在经过这个画面的回放之后，因为有踩到内线的关系，让他的资格最后是被剥夺的。那最后那一面金牌也被没收。对，因为现在我们在每一个角落现在还不错，我们每个角落都有那个重彩摄影，看得非常清楚。那像他们这个速度比较慢，更容易来判定。竞赛项目要进行的是第309场次肢体障碍男子200公尺计54级计时决赛。本项比赛共7位选手参加，分2组进行。第1组道次介绍，第1道嘉义县陈善车，第3道台北市林荣福，第5道新北市吕丰和，第7道桃园市邱启文。接着来看到的是肢体障碍男子组200公尺T54级的决赛。那以计时决赛的方式分为2个组别来进行，第一组有4位选手。枪响起跑，来关注一下在第3赛道台北市选手林荣福，速度非常的快。对，出来就一马当先。
他已经我们刚才提到的从100到1500昨天最后一项就是1500他也是险胜。哇，今天在200公尺的部分，林荣福选手开赛不止速度很快，现在在直道的加速度也没有停下来哦。最后通过终点的成绩31秒25。接下来是第5道的吕风和，新北市的选手吕风和，以及桃园市的邱启文相继的完赛。嘉义县的撑伞车选手，持续努力的来朝着终点迈进。都是生活用的轮椅。即便跟前面3位选手的成绩稍微有点差距，但撑伞车选手也是要坚持到最后。我们大家一起为我们的撑伞车选手加油，快抵达终点了。终点就在面前。后面还蛮快的速度。可能在现场的加油声之下，还是有一点激发他的肾上腺素。好，恭喜撑伞车选手顺利的完成今天的比赛。哇，看到这个林荣福选手开赛的加速度真的是很惊人哦。再次感谢我们手的摆幅其实频率是非常的高。蔡秀华教授来到我们田径场感谢。接下来看到第2组，在男子 T54级200公尺决赛，要准备来进行场上的道次介绍。T54级男子200公尺第2组的决赛有3位选手。竞赛项目要进行的是第309场4肢体障碍男子200公尺 T54级计时决赛第2组。到此介绍，第3道桃园市高正茂，第5道桃园市温吉成，第7道彰化县陈义成。轮子上不能超过线哦。然后在第5道的温基成也在叫一旁裁判的提醒之下，稍微调整一下他的起跑位置。男子 T54级决赛200公尺第2组的决赛，因为是计时决赛的关系所以选手们还是要拼尽全力。来看一下，在第5赛道，桃园市选手温吉成速度非常的快，现在已经超越了在外道的陈义成，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冲刺。目前的成绩还不到30秒，距离终点稍微有一点点的距离，看看有没有机会。
哇，是没有办法来突破全国纪录，不过32秒84的成绩来获得金牌也是相当理想的。他在第二组的成绩是比第一组差，所以冠军还是林荣湖。昨天他们两个的牵舞竞争的非常的激烈，两个直到最后才分出胜负。桃园市的高正茂选手现在也要回到终点。两组是采用计时决赛，所以刚第一组的成绩是比较好的。哇，你看看那个轮子都要挥起来。好，我们今后再转向田赛的场上来看到铅球的赛事。视障男子组 F11级。现在看到的是高雄市选手李瑶。第一次试职的成绩6公尺34，在这个级别F11组男子铅球的全国纪录是由古坤泰选手在109年的台东全障运所掷出的9公尺84。这次的表现相当的理想。台北市的选手李路遥，刚刚的成绩是8公尺46。再来就要看到全国纪录保持人古坤泰。成绩也是相当的不错，应该是有超过8公尺。昨天的赛事转播中也有跟大家介绍到，在视障组的赛事里面，只要是 F11或是 T11级的选手们，都是必须要佩戴眼罩或是眼贴。刚刚古坤泰的成绩8公尺91。高雄市的选手李瑶，第2次的试职。
再来看到台北市的选手李路遥，第一次试纸的成绩是8公尺46，哇，这一次感觉有更远一些。哇，不错哎，9公尺31，哇，突破了9公尺。那看看李路遥的出色发挥之下，顾坤泰会不会也被激励一下？对。哇，这次的成绩比较可惜。对，如果以目前这2次这样推直的话，苦坤泰是有点危险哦。哇，李路遥刚第2直是丢出了9公尺31哦。我们前面有提到，全国纪录是由古坤泰所保持的9公尺84。结果刚刚古坤泰的成绩有来到9公尺33。哎呦，所以9公尺33，对，初步看起来的成绩感觉没有那么远哦。不过丈量起来居然也是有超过。我们在画面上看到，感觉上就是没有那么远不过因为还是要以这个裁判丈量的最后成绩来为主哦。哇，所以今天看起来李路遥跟古坤泰的状况都蛮不错的。看看2个人互相这个较劲激励之下，有没有办法来突破一下全国纪录？高雄市选手李瑶，第3次试纸的成绩6公尺89。李路遥第3次的试纸，哇，第3次的试纸9公尺57，9公尺57已经越来越接近全国纪录喽。那看看古坤泰会不会也能超越一下他刚刚第2次试纸的9公尺33。9公尺24，所以目前在前3直进行完之后，是以台北市的选手李路遥9公尺57暂时保持领先。前3次的试直进行完之后，顺序上也要稍微的调整一下，根据前3直的成绩。那由后往前的方式来进行后3直。
高雄市的选手李瑶，刚在第3值是掷出了6公尺89，目前他最好的成绩。看看第4次的成绩有没有再突破。6公尺28，稍微比较可惜一些。接着来看到古坤泰。其实在上一届的时候，台北市的林路遥是以9公尺83比古坤泰的9公尺36还要好。所以在上一届林路遥就比古坤泰的成绩还要好。哇，古坤泰的第4次试值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也看得出来古坤泰跟林路遥，然后两人其实可以说实力相当。状态好的时候，基本上两个人都是可以直超过9公尺，那就看直超过9公尺多少。古坤泰9公尺62，又扳回一城，哇，两个就较劲非常有意思。再来回到林路遥。因为纪录是在他的前2，也就是在2020年，那么古坤泰所保持的9公尺84，然后在2022是由林路遥以9公尺83获得冠军，那只差那么1公分，就凭他的大会纪录。林路遥第4次的试值。9公尺01，所以目前领先又回到古坤泰的身上，9公尺62。1分34秒18。第1名，恭喜新北市的薛宏明，以1分09秒69获得了冠军。恭喜获奖选手，感谢颁奖。高雄市选手李瑶要来进行他的第5次试值。接位。那么因为参赛的选手只有3位，所以只能录取1名，相当的可惜所以这也让古坤泰跟林路遥之间的这个较劲意味变得更重啊。对。来看一下古坤泰第5次试值，目前是以9公尺62的成绩保持领先。哇，这一值应该还是一样有比较好一点，也是在9公尺多，应该有超过9公尺。哇，这一值是又高又远对，动作相当不错。9公尺33，跟他之前1次的成绩是一样，跟第2次试值的成绩一模一样。林路遥目前最好的成绩9公尺57。这一次应该是比较不理想，没有那么好。
来看一下林路遥第5次的成绩是9公尺42哦，还是跟他5期还有差距。所以还是以9公尺5期的成绩占据第2。另一边，在跳远的赛场上，杨传辉选手 T11级的杨传辉选手第4次的试跳是跳出了5公尺81，比他前面一跳的成绩更加的理想。高雄市选手李瑶，来看一下第6次试值，很可惜是没有成绩的，所以代表他这一次的113年全障运在铅球的部分是以6公尺89的成绩作收。那接下来就是要来看到奖牌之争了，究竟这个级别能够带走奖牌的是古坤泰还是林路遥呢？目前场上的成绩，古坤泰是9公尺62，小幅的领先。哦，不错哦。教练在后面也是非常的满意啊。来看一下古坤泰第6次试值的成绩。啊，破纪录！哇，破纪录！所以这一次不错，应该破的不多，破纪录哦。所以刚刚丈量的时间也比较久，也请这个裁判长来看啊。好，来回的确认，看看最后的成绩是什么。啊，因为古坤泰的全国纪录是9公尺84。来看一下他这一值的成绩究竟如何。哦，因为昨天我就跟裁判长讲，我说这个破纪录太多，你就分给各部主任跟副裁判长来做确认。10公尺，10公尺12啊！哇，所以古坤泰把 F11级铅球的全国纪录从9公尺84，原本他自己所创的纪录，现在推进到10公尺12了。哦，真的有可能把金牌又赢回来了。来看看林路遥能不能够血耻呢？其实距离也不错，就要来看看丈量了。这一组也不错。哦，其实这一组真的也不错。哦，不过感觉就没有那个已经知道结果就不会那个9公尺多少，9公尺多，对啊， 9公尺83，哇，那跟他上一届的成绩一模一样啊，一样。所以还是表现很出色，只是比较可惜古坤泰的表现更加的理想哦。那现场呢，现在是稍微下起了一点雨势，所以对这个今天比赛的选手来讲，在整个体能的调整也要赶快的来适应一下。原本今天早上还是有一点出太阳，不过现在却有一点下雨。现在场地也在整理当中，我们请观众朋友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您继续回到比赛场上，113年的全将运在田径的赛事来到了第3天。那上午的赛程呢，现在来到了后段，现在来进行的是厅长男子组400公尺跨栏决赛。现在在现场是稍微还有一点雨势的，我们也看到场边的摄影大哥大姐们也都把雨衣帽子都戴上穿上了。今天早上虽然是稍微有一点出太阳，不过现在稍微有一点雨势的情况下，是蛮凉爽的。400公尺跨栏决赛，本项比赛共有5位选手参加。到次介绍，第3道高雄市朱俊哲，第4道桃园市蓝伟俊，第5道新北市梁子琪。第6道高雄市吴木安，第7道是代表金门县杨天比，来看一下在一旁的视觉辅助器，现在也先亮起了准备的红灯。5位选手们已经就位，等待预备的黄灯以及出发的绿灯亮起。听觉障碍男子400公尺跨栏决赛现在正式的展开，在第一个弯道已经跨过了第一个栏架，第2个栏架。来看一下选手们在栏架上的表现。现在先跨越栏架的是高雄市朱俊哲以及高雄市吴木安，另外还有新北市的梁子琪。吴木安速度非常的快，现在朱俊哲暂时领先，直道的冲刺，跨过最后一个栏架之后，最后的冲刺要迈向终点，两个人距离其实很近，哇，最后吴木安还是有稍微的加速加压一下，不过朱俊哲稍微快了一点点呢。对，初步的成绩是1分02秒43。如果这个成绩的话，是打破朱俊哲自己保持的大会纪录，1分03秒39。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第5跑道新北市的梁子琪第一次跨越第一次跑400公尺跨栏感觉上还是不是很顺。两位都来自高雄市，那当然最终的成绩要以终点摄影判定为主。好的，那上午的场次，上午的比赛到这边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这边也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赛事一样会从下午的1点钟来展开。下午还有非常多精彩的比赛会登场，包括在铁饼标枪的以及铅球的田赛。那另外还有这个在身心障碍才会看到的直杆赛在今天下午也会来进行。那另外在竞赛的部分，今天下午也都还有200公尺不同级别及800公尺不同级别的赛事，所以也请大家下午时间再继续来锁定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午比赛再回来。
20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欢迎您继续透过 Hub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一起来收看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今天在田径的赛场上来到了第3天的赛程。那上午进行完了上半部的赛事之后，下午还有继续很多的比赛要在南投县立体育场来进行我们下半段的赛程。我们来看一下，来到下午，经过了中午休息之后，现在的天气状况，温度的部分仍然是维持在28度，湿度81%。现在雨势是有稍微停下来一点哦。今天在上午接近中午的时候是稍微有一点下雨的情形。那现在地板上其实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湿滑，不过在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其实是还蛮凉爽的，也有阵阵的微风，所以对选手来讲，应该这个气候会觉得还蛮舒适的。下午的赛程，我们要先来看到的是肢体障碍男子组标枪 F38 跟 F44级的赛事。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F38 组的第1次试值。高雄市的选手郭汉清。因为他的枪头没有先着地所以算是失败。接着看到的是高雄市选手肖明杰。这个距离还不错。2位高雄市的选手跟刚第一个登场彰化县的选手林宗贤，3个人都是属于 F38 级。肖明杰刚刚的成绩18公尺91。接下来是由标枪 F44级。刚刚投掷的是基隆市的钟生昌。第一次试值的成绩18公尺67。接下来登场看到的是桃园市选手丁中强。投掷出去的高度其实非常的高，距离的部分是17公尺33。桃园市的选手叶时辉。第一次试值的成绩17公尺37。接着登场是代表金门县来出赛的许慕友。
全部有选手的第一次试职成绩。刚刚应该是场边的成绩还没有翻完呢。好，先来看一下宜兰县的选手蓝清辉。9公尺10，接着登场是宜兰县的选手刘正明。这个距离就非常的远了。对。现在看到的是 F44级的组别。F44级的选手是下肢功能有障碍，好，所以刚刚也看到刘正明选手是有佩戴其中一脚的义肢，那他的第一次试职成绩26公尺35。接下来要投掷的是代表台北市的蔡聪伟，也是大会纪录保持者，同时他在广州帕运的时候有4911的全国纪录。哇，来看一下这个距离，台北市的选手刘聪伟、蔡聪伟，投掷出去的高度跟弧线都是非常的理想。来看一下他的第一次试职成绩，34公尺39，34公尺39。来让蔡聪伟选手在第一次试职完之后，目前在这个组别里是维持领先。接下来又轮到38级的选手比赛。来看一下肖明杰这一次试职的成绩，18公尺55。F44级的基隆市选手庄生昌。
台湾是丁中强，主持的成绩17公尺72，比刚刚第一次投掷还好一点。台湾也是的叶时辉这一次应该也是会有进步。叶时辉选手第一次试掷的成绩是17公尺37，这一次来到了18公尺87哦。接着看到的是金门县的选手许慕友，这一次投掷的也不错。他第一次试掷20公尺79，在第一次试掷的成绩当中是占据第3。这边看到的是宜兰县选手蓝清辉，刘正明选手，这次试掷的表现也不错。他刚刚第一次试掷的成绩是26公尺35，所以看一看第二次试掷的成绩有没有再突破。小朋友他都没有注意到前面的次数。应该是26公尺应该不是16。对，所以跟他第一次试掷的成绩是很接近的。对。那这个组别最后要来登场的是蔡聪伟。包括刚才金门县的选手投掷也是一样。蔡聪伟第二次的试掷，非常的远，要来看一下这个距离。哇，这个在场中央的摄影师也要小心哦。蔡崇伟是在国中的时候，因为一场车祸，那让他在左膝下必须要截肢。那不过，其实，在车祸之前，他本来就是一位练田径的选手，所以车祸之后，他还是坚持着他对体育的热爱。哇，来看一下他第二次试掷来到了42公尺47。哇，感觉得出来今天的状态还蛮不错的哦。好，在蔡崇伟选手进行完他第二次试掷之后，我们现在要再回到 F38级，F38级组别要来进行他们的第三次的试掷。首先登场的是彰化县选手林宗贤，前面最好的成绩12公尺59，但这次的成绩应该是没办法计算。对。接着是高雄市选手郭汉清，郭汉清第二次试掷的成绩是12公尺27。郭汉清在4年前是执他
的大会就是2618，但是在上一届的时候就已经由高雄市的萧明杰他的队友获得冠军，以21公尺60获得冠军。接下来就轮到高雄市的萧明杰来登场，进行他的第3次试值，距离也还不错。这次的成绩19公尺32，非常稳定18.9、18.55、19.32。F44级的第3次试值，基隆市的钟生昌。刚刚看到的是桃园市的选手丁中强。18公尺43的成绩。接着看到桃园市的另外一位选手叶时辉，叶时辉刚的成绩19公尺42。金门县的徐木友，徐木友在上一次的试值成绩是23公尺36。这边应该是20才对哦，应该是20公尺82。这个小朋友也一直没有把它注意过来，也有可能是这个分数板子可能有一点卡住。宜兰县的蓝清辉也完成了他的第3次试值。还没到点名处点名的，请赶快前往。接着登场是宜兰县的选手刘正明，看第3次试值的表现如何？他的前2次试值都有超过26公尺，看看第3次成绩有没有再突破。393，应该是23，对，23公尺93。好，那 F44级目前领先的是蔡聪伟的42公尺47，那他是选择先休息
所以我们再把焦点回到 F38级的比赛场上。林宗宪和郭汉清都完成了他们的第4次试职。7公尺70。接着看到高雄市的肖明杰。肖明杰上一职的距离是19公尺32。这一次还是有进步了。19公尺55。F44级的钟声昌，基隆市的选手。这一次试职的成绩19公尺15。接着登场的是桃园市的丁中强。丁中强这一次的试职成绩蛮不错的，20公尺16。同样来自于桃园市。接着看到的是叶时辉，他前面第3职有掷出19公尺42。金门县的徐木友也要来进行他的第4次试职。18公尺16，稍微比他前面的3次试职的成绩低一点点。那前面叶时辉选手的第4次试职成绩是20公尺05。继续来看到宜兰县的选手蓝清辉。蓝清辉选手前面3职的成绩都是在9公尺多。好，然后这一次又没有成绩。
宜兰县的选手刘正明。这个距离非常的远。他上一支的成绩是23公尺93。这次应该是有27哦。对，27公尺66哦，比他在第一次投掷还要好。目前呢，仍然维持在第6名的。颁奖颁发。F38级标枪的第5次试掷。9公尺09，是林宗贤刚刚第5次试掷的成绩。高雄市的选手郭汉清，前面4次试掷的最好成绩是12公尺27。这次的成绩来到了13公尺48。接着轮到这一组目前的领先者，前一支指出19公尺55的萧明杰。尚明杰也是一位属于田赛、竞赛表现都非常亮眼的选手。应该是20公尺01。好，所以尚明杰这几次的试掷其实是一次一次的慢慢进步。对。20公尺01也是他目前5次的试掷当中成绩最好的一次。继续来看到 F44级标枪决赛的第5次试掷，基隆市选手钟生昌。18公尺79，不过他前一次试掷的成绩19公尺15，表现是更理想一点。这一次丁宗强也不错。18公尺69。桃园市的选手叶时辉，他前面第4次试掷的成绩是他目前最好的20公尺05。这一次也有超过20公尺，看看有没有更进步。20公尺07，哎，是有进步。
2公分。再来是金门县的许木友。颁奖颁发金体障碍男子铁人34级，第2名金门县大改专12公尺73，第1名台湾市陈玉豪8公尺86是刚刚蓝青会的成绩。继续来看到宜兰县的刘正明。26公尺57，所以在 F44级的标枪决赛，男子标枪决赛仍然是由蔡聪伟42公尺47保持领先。回到 F38级最后一次第6次的试值。林宗贤最后一次的试值成绩是他目前最理想的12公尺85，比他第一次试值12公尺59再更进步了一点。高雄市的郭汉清。郭汉清刚的成绩8公尺45，比较可惜一点。不过他前面最好的表现是13公尺48。那这一组压轴登场，看到的是高雄市的选手肖明杰，刚刚他的最好成绩是20公尺01哦，上一次的试值。这一次的成绩就不理想，所以他就直接过去了。还是要恭喜肖明杰，在继上届之后，在这一次的赛位还是蝉联冠军。好，刚刚画面上看到的应该是钟生昌，应该是 F44级的选手所以肖明杰应该是在第6次试值可能直接休息因为毕竟他的成绩也确定在 F38级是能够夺金的。对，就好比蔡聪伟，他要参加很多项目，他可能稍微节省一下体力。那么现在投掷的是桃园市的丁宗强。丁宗强的成绩18公尺82。跳跟投只要有一次有成绩的话，他可以后面的项目可以不用再继续。因为不管是试跳试值其实都是采取他最高的那一次分数来计算。对，所以他如果感觉上他比其他选手赢了很多，他不一定会继续在做投掷的一个比赛。
金门县的徐木游，他前面最好的成绩是23公尺36。这一次也是23，旁边的老师都要过来帮忙一下。这一次有进步2367哦。2367，那应该有机会应该是获得第3名。接下来是宜兰县的蓝清辉，蓝清辉前面的最好成绩是9公尺52，看看最后一次的尝试。有点可惜，应该还是因为枪头并没有先落地哦。最后裁判举的是红旗。那在 F44级标枪的部分，是由台北市的选手蔡聪伟，光是用他第2次试职的成绩42公尺47就摘下了金牌。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转到竞赛的部分，来看到肢体障碍男子组200公尺 T35级的计时决赛，会分为2组来进行。现在先来进行第1组4位选手的到此介绍，分2组进行。第1组到次介绍，第3道嘉义县郭佑成，第4道台中市陈义林，第5道台中市郑坤宏，第6道台东县邱其希，4位选手就位。T35级200公尺的决赛，对，来看一下台东县在第6赛道的邱其希，速度非常的快。对，他在昨天就表现相当的好。邱其希在400公尺是获得了银牌，而且成绩是有破全国跟大会。来看一下这次200公尺的部分，战绩第6是嘉义县郭佑成。邱其希的速度仍然是相当的理想，保持着领先的优势。看看最后通过终点，初步成绩35秒72，哇，这个成绩应该是可以是会打破全国纪录的对，打破大会及全国纪录。因为在这个组别的全国跟大会纪录是36秒76。哇，35秒72。如果按照第2组所报出来的成绩，他应该是获得冠军，并且破大会纪录，应该是比较没问题。如果以选手报出来的成绩来讲，不过确切的名次跟奖牌的颜色还是要等待第2组的计时决赛结束之后才会知道。不过邱其希已经是相当的厉害哦，连续2天都一直在破纪录。介绍第3道嘉义市沈家佑，第4道新北市曾崇恩，第5道台北市王家伟，第6道宜兰县王少奇，第7道新北市吴威义，第2组的5位选手当中，其中在第4赛道要出赛新北市的选手曾崇恩，在昨天的400公尺是拿下了金牌，而且是以1分24秒40的成绩破了全国跟大会纪录。来看看他的200公尺发挥，鸣枪起跑。昨天他们2个也是拼得很激烈。所以曾崇恩还是有机会看看能不能够在200公尺来夺金，速度非常的快。哇，如果2个今天又跑在一起的话，真的非常好看，非常精彩。哇，曾崇恩跟邱其希的实力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相当。哇，从开始起跑就是迈尽了全力哦。
全开的模式，来看看曾崇恩的成绩。终点就在面前，应该是有机会再来破纪录，非常的接近，35秒10，哇，35秒10，所以又以不到1秒的差距把邱启熙给挤了下去。对，相差0.62秒。哇，自己应该都觉得不可置信哦。昨天两个竞争也就是非常激烈，两个昨天也是1、2名，两个昨天也是同时破大会及破全国，那么还是新北市的曾崇恩那么还是获得冠军。哇，曾崇恩意志力坚强，从一起跑其实真的就是用尽全力。哇，这个比赛真的是到最后终点之前，一切都很难说，以这么微小的差距，还是让他收下了金牌。看一下曾崇恩在场边是不是已经有一点喘不过气？哇，刚真的是用尽了全力所以现在需要稍微休息一下，气力放尽了。好，这也看得出来选手对于这个比赛的重视度跟他的对胜利的渴望。教练应该也是让他先好好的喘口气休息一下。台北市新北市从上一届开始也慢慢成绩也一直上来。也跟台中市一样之前几乎大部分都是台北市一枝独秀其他的县市都是只有少数几位有机会突破。接下来这一组是那么 T36级的决赛，参赛选手有5位。我们看到第6道的陈柏仁不管在其他项目投掷跳还有跑，好，5位选手就位。T36级200公尺的决赛，看一下5位选手的发挥。陈柏仁的速度非常的快。在第6道台南市的选手陈柏仁迈进了全力，现在要超越在外道的王敬福，没有王敬福还是稍微快一点。哇，2位选手各项赛事也都是一个比肩相互竞争的情况。哇，王敬福稍微快了1个身子，来看看陈柏仁有没有办法再突破，2个人差距稍微拉小一点，最后的冲线哇，非常的接近。哇，王敬福应该是稍微快了一点点，31秒58的成绩。来夺下金牌。我们等一下看终点摄影的一个判定。哇，不过2位选手的场边的教练都在讲，哇，差距很小。哇，陈柏仁也很不容易刚刚在进入直道之后，其实还稍微有1个身子的差距，但最后的直线冲刺真的是不断的加速手的摆幅尽可能的摆开来帮助他冲刺。2位选手也都有做出这个冲线压身体的姿势哇，要给2位选手一个大大的鼓励在各项赛事里面，王敬福跟陈柏仁真的都是一直有很不错、很杰出的表现。曾崇恩还在喘。好，场面都看到选手用尽了全力之后，在一旁坐着好好的先喘口气，释放一下压力。今天的比赛中其实从上午就已经有看到不少这个选手们之间的成绩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包括今天上午最后一项听障男子组400公尺的跨栏，当时第1名的朱俊哲跟第2名的吴慕安是只相差了 0.01 秒。
竞争真的很激烈。那两个一直到最后才分出胜负。那当然比较机会。那么第3名的新北市本来是在第4名到最后他能够冲到第3，也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接下来要继续来登场，一样是在竞赛的部分了。我们要看到的是智力障碍男子组 T37级200公尺的决赛。这一组里面，那么其实郭长威成绩也不错，然后大会纪录是由廖纯汉所保持的。总共有6位选手来参赛但是第4道、第5道应该有啊。应该有，应该是在前面稍微做脚步调整跟热身。有了，刚才我在画面上看到台北市的教练在那边，2位选手。因为还没有到时间所以在到次介绍之前，选手们也是把握时间，稍微的暖暖身子，活动一下。颁发。所以稍后在 T37级200公尺的决赛，将会有6位选手要来进行赛事，会取前3名。353场次肢体障碍男子200公尺 T37级决赛，到次介绍第3道台中市郭长威，第4道台北市廖承汉，第5道台北市徐浩全，第6道台中市黄仁廷，第7道高雄市黄彦硕，第8道金门县林柏廷，大会纪录是由在上一届由台北市廖纯汉所保持的29秒66。那郭长威他在田赛部分是比较占优势。T37级200公尺的决赛正式开始，看一下6位选手的表现。那么廖承汉目标应该是超越自己的纪录。在第4道的台北市选手廖承汉速度非常的快，现在也来到了领先位置，进入到直道。第5道也是他的队友徐浩全。最后直道还是持续的在加速，看看冲线的成绩如何。冲过终点29秒19。同样刚刚我们提到了又打破自己保持的大会及全国纪录。恭喜廖承汉打破纪录的同时，也收下了这个组别的金牌。廖承汉在这一次的比赛都项获得冠军。看得出来，进入到直道之后是有特别再做加速短距离的赛事真的是让选手们必须要用尽全力。曾崇恩还好吗？到现在还是只能够坐着。好，那我们把镜头转向跳远的赛场，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听障男子组的跳远赛事。目前还在练习阶段。今天在上午的赛程里面也有进行了一些跳远的比赛，那其中在视障女子组 T12级
是由刘雅婷来拿下了冠军。那在女子的 T13级跳远赛事中，同样是台北市的选手，是由李怡慧来收下金牌。那至于在男生的部分的话，早上的赛事当中 T11级，T11级是由杨川辉，台北市的选手杨川辉以5公尺81的成绩来收下金牌。T12级的部分，第一名则是梁耿静，第二名是张少豪，那第三名则是由易浩成所拿下。T13级的部分是由吴农斌以5公尺77的成绩收下金牌，黄家煌是5公尺19排在第二。所以这次吴农斌也拿到好多面的金牌。上午的转播中也有提到，吴农斌选手其实是从去年才开始比较有花时间在训练跳步的项目。那他比较早接触田径的时候，其实都还是以跑步各个不同的这个距离在做训练跟比赛。那所以其实从去年开始在跳步花更多时间的训练之后，也逐渐的能够在跳步的比赛中，尤其是跳远的部分是能够拿下好的成绩。他在跳远跟3级跳远都不错，然后他在3铁的部分因为没有那么壮，但是他在标枪的部分也非常对，成绩也非常好。吴农斌选手过去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提过，其实自己因为这个视障的关系，其实一开始小时候是比较缺乏自信的，但是在接触了田径，而且开始发现自己在比赛场上是能够跟其他选手来竞争之后，就发现自己有越来越阳光，然后也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对，所以其实我刚才提到了这2年台中市跟新北市其实这2届包括今年这一届，之前台中市跟新北市的成绩也没有这么突出，但是在上一届的时候新北跟台中也慢慢冒出来。稍后在听障男子组的跳远决赛，应该也会持续来看到这个梁家兄弟档梁佑琪跟梁子琪。好，稍后的比赛是会在2点钟来开始，所以我们也再请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比赛开始的时候再回来。
有约。没有，我因为他等下是跑蓝色的，所以我会侧一点。颁奖，颁发视觉障碍男子跳远第3级，第2名台中市王家煌5公尺19，第1名新北市吴农丁5公尺77。恭喜获奖选手，感谢颁奖人。那竞赛部分马上要展开比赛了，谢谢。欢迎回到比赛的现场，来看到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田径的赛程来到了第3天的下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听觉障碍男子组的跳远赛事。在这个组别稍后会有8位选手要来依序的登场。第1位登场要来看到的是新北市选手梁佑琪，哇，可惜这次的试跳失败。脚尖也是有踩到了起跳板红色的区域哦。前面有提到梁佑琪在这一届的全障运是跟他的哥哥梁子琪一起来参赛，两人昨天也一起在400公尺的项目有一起来出赛，哥哥是拿到了金牌，弟弟排在第5。过去接受访问的时候，梁佑琪也有提过，其实是因为哥哥的关系，有受到哥哥的影响，才让他想要一起加入田径队。那他也是把哥哥作为自己的榜样，希望自己持续的进步，让有一天要打败哥哥。哦，这种家里有自己的榜样是最好的一个模范啊。哦，所以那么梁子琪参加100、200，那200他的200下午还要再决赛，早上1赛，下午还要再决赛。所以体能上也是需要稍微调配一下。来看一下梁子琪，梁家兄弟党的哥哥，第1次的试跳。第1次试跳，梁子琪的成绩5公尺02。
接下来登场要来看到的是台中市的选手李恩宇。李恩宇的第一次试跳。他第一次试跳比较不理想，因为他在上一届的时候有5.4米的实力。因为距离起跳板太远了，下一次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4公尺88。下一位要登场看到的是金门县的选手杨天比。杨天比在昨天的400公尺决赛是以第4名作收，这一次在跳远第一次试跳的成绩5公尺82，这个成绩不错。接着登场是桃园市的选手黄国强。哇，身材相当好哎！看起来蛮年轻的。如果有教练好好指导一下的话，应该往这方面来发展，应该还不错。身材是蛮高挑的。来看一下黄国强刚刚第一跳的成绩。4公尺38，以他的身材来说，绝对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对，这个名字之前我也不很熟悉，表示他也是最近这1-2届应该说不定甚至于可能是这一届出来。那像接下来要跳这个纯思域之前都已经有比赛过不错的成绩。接着登场是台北市的选手陈世玉，第一次的试跳。可能要看那个重踩摄影，因为非常接近踩到那个板。4公尺91。下一位要登场是桃园市的选手王世伟，也是100、200全国纪录保持者，曾经都是代表国家参加比赛。第一次试跳的距离是很远的，可惜刚好踩到板。
他教练就是虎大的教练，也是新北市的教练，是虎大的教练。刚好脚尖是有踩到了这个起跳板红色的位置，差一点点，要不然这一次的距离是非常的棒。对，他在上一届是跳6公尺46，然后大会纪录跟全国纪录也都是有拿宝石。再来看到是台北市选手王柏纯，距离也蛮不错的。对，他在上一届以5公尺88获得第2名。那这一次的栏架比赛，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参加，也获得冠军。5公尺93比他在上一届5公尺88还要好。目前在听障男子组跳远决赛，现在领先的就是刚刚登场的台北市选手王柏纯5公尺93，来到第2次的试跳，梁又琪。梁又琪刚第1次的试跳是成绩不算的，是被举了红旗，这一次就没有问题了。2个兄弟应该是第1次来参加跳远的比赛。上午的转播中有提到，这一次在全障运田径的赛事也是由我们南投国中的同学来协助我们在现场许多的工作。这几天都非常的辛苦。来看一下梁又琪第2次试跳的，第2次试跳的成绩并没有出来，应该是4公尺43，因为刚刚的试跳是成功的。接着是他的哥哥梁子琪，梁子琪第1次的成绩是5公尺02，来看看第2次的成绩。其实如果教练的话，可能就要跟他讲，因为他等一下有400公尺的决赛，目前来讲，他要进入前3的几率应该是不高。那你6次跳下来，非常浪费体力。而且他们2个兄弟应该是第1次参加跳远。梁子琪晚一点应该是要来参加这个200公尺的决赛。对，在4点钟的时候。因为400公尺是昨天已经拿下了金牌。今天是200。对，今天是200公尺。对。对，所以在体能的调配上虽然说是还有稍微一段时间之后，但是毕竟200公尺是一个瞬间爆发力需要很充足的项目。因为跳远6次跳下来是非常浪费体力的。刚看到的是李恩宇，台中市的选手，4公尺96。所以对梁子琪来说，可能要考量一下，是不是看几跳，如果成绩觉得差不多了，是不是就要先休息那最主要还是要看选手有没有办法跳出他比较平时的这个训练的水准。因为以往在上届之前没有看他报名过跳远，那这一次因为他的速度不错，想说跳远也尝试一下。但是目前来讲，我们听障跳远这几个选手水准算是相当不错的，整体的水平来讲。来看一下杨天比刚刚的成绩排在第2，5公尺28，这一次则很可惜试跳失败。
下一位登场是桃园市的选手黄国强。我刚刚被教练有提到说这个身材很不错，不过第一跳的成绩比较可惜一点哦，是4公尺38，看看第二跳的表现会不会再更进步。应该他的水准在这个边啊，应该这次比较好。那我就说他如果能够好好训练的话，应该非常不错。这一次起跳踩板也是踩的比较前缘一点了。有进步了。5公尺14，感觉在起跳的踩板可以踩得再稍微深一点。南投国中的同学也很可爱哦，刚刚我们场边的摄影师也是有赶快跟他们讲一下，因为我们最后需要拍一下这个成绩，所以同学也是赶快提醒旁边的其他的同学们不要挡到成绩啊，不然我们观众朋友会看不到。下一位登场，看到台北市的选手陈世玉，前一跳的成绩是4公尺91。陈世玉的第二次试跳，5公尺21，也是有比他第一次的成绩才更进步。接着要看到的是桃园市的选手王世伟，刚前一跳也是有踩板踩得太深的情况，造成他的成绩是不算的，所以来看看第二跳的表现会不会更理想一点。如果踩起跳板没有问题的话，刚刚也看到他的跳跃能力是非常的出色。王世伟的身材其实在跳远里面也是非常不错的。对，但是他早期就是专攻100、200。那因为有速度的选手来练跳远也非常好，所以你看大会纪录跟全国纪录是由他保持。透过这个冲刺来带动，哇，这次距离也很远。这一次的试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踩板是安全的，没事。那就来看看这次的距离如何。桃园市的选手王世伟第二次试跳的成绩6公尺06，09 6公尺09，所以现在是来到了领先的行列。压轴登场，台北市的选手王柏纯，刚刚第一跳的成绩是5公尺93，也相当的不错。看看在王世伟这么好的表现下，会不会受到激励？王柏纯应该是第二跳选择休息，在体能上稍微做一点调整了，所以现在顺序上回到了开头的梁又琪，要准备来进行第3次的试跳。梁又琪虽然说身材比较娇小一些，不过他的短跑爆发力也不错。来看一下第3次试跳的成绩，4公尺54，比他上一次的4公尺43再稍微进步一些。那看看他的哥哥梁子琪第3次试跳还有没有要跳？因为像他们年龄还小，他都想说我还要再继续跳。梁子琪要继续第3次的试跳。所以除非教练比较精明的教练讲说，那你就选择再跳1次就好了，就不一定每一次去跳这个。不过梁子琪可能会觉得说，我还年轻，我充电很快，我等一下跳完跳远再休息一下，马上就可以再比200公尺。
踩板踩得很精准。梁子琪前面的第一跳成绩是5公尺01，这次再更进步5公尺33。我相信梁子琪的教练一定也有在旁边评估可能也是要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跳出他平时的水准哦。接着下一位登场，看到的是台中市选手李恩宇，前一跳的成绩4公尺96。这一跳蛮远的，不过感觉踩板踩的稍微比较浅一点，完全没有踩到板子，其实。对，没踩到板子差蛮多的。李恩宇这次的成绩4公尺92，跟他上一次很接近啊。对，96。哇，所以要是踩板再更精准一点，这个成绩是有机会来突破5公尺的哦。继续来看到金门县的选手杨天比要来进行他的第3次试跳。第一跳的成绩5公尺28，前一跳则是试跳失败。来看看第3次。这次的试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来看看成绩。5公尺35，所以比他的第一跳成绩再进步了一点。下一位来看到的是桃园市的黄国强。这一次因为有一点垫步，也是没有踩到板子。第3次试跳的成绩480， 4公尺80。现在在现场大会的广播也正在再次的宣传了，我们今年的7月台北市要来承办2024年的世界听障青年田径锦标赛跟2024年世界听障田径锦标赛。这个世青跟世锦赛能够在台湾来举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哦。到时候观众朋友们尤其在北部的朋友也要尽量的多多进场来为我们的选手加油。看到在113年全障运田径赛场上，听障男子跳远，接下来登场的是台北市的选手陈世玉。透过喊声先振奋自己一下，来看看陈世玉第3跳的成绩。他刚刚前一跳的成绩是5公尺21。不过刚一旁已经早早的举起黄旗。举黄旗就是剩下最后15秒你要出啊他就告诉你剩下还有15秒的时间。所以这一次陈世玉应该是在时间的掌控上没有处理得很好，最后也没有办法顺利的跳出。其实15秒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准备的，那他这一次没有跑好，就直接就跑过去，你直接往我刹车，往我会受到伤害，对，就直接就跑过去。所以有的时候对选手来讲，可能在一些
时间掌控节奏的调整上，都还是要慢慢的做一些不同的调试。有的时候尽管说这个时间其实是还足够的，但是一旦看到这种倒数的提醒，有的时候选手难免会有一些压力哦。接下来登场是桃园市的王世伟，前一跳的成绩6公尺09，让他目前保持领先。进入到第3次的试跳，踩板一样是非常的精准。不过来看看这次成绩有没有办法突破前一跳。桃园市选手王世伟第3次试跳的成绩，来到了6公尺06，刚6公尺09。不过官网上即时的成绩是显示6公尺15。所以可能要看一下，等一下这个成绩究竟是哪一个才是正确的。不过刚这一跳也确实是有超过6公尺。接下来在竞赛的部分，要来看到肢体障碍男子组T44级200公尺的决赛。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看到在竞赛的部分，肢体障碍男子组T44级200公尺的决赛。这个组别里面稍后会有2位选手要来登场，分别是会在第4道初赛来自宜兰县的刘正明，以及第5赛道金门县的卢春景。14级决赛到此介绍，第4道宜兰县刘正明，第5道金门县卢春景。靠腰有人啊！两位选手已经就位，枪响起跑。只有2位选手来参赛，因此只会有1位的成绩能够获得金牌，第2位的成绩将不会计算。
来看看过了弯道之后，谁能够率先进入到直道的冲刺。陆春锦现在的速度稍微快一点，有稍微拉出一点领先的优势。来看看刘正明有没有办法再咬住这个差距。现在是金门县卢春锦，马上就要冲线。金门县的卢春锦顺利的通过终点，初步成绩39秒32。这个级别经过修正之后为 T44，所以它没有记录。稍后还要继续来进行 T46级的200公尺决赛。场边也看到这个裁判人员跟我们转播单位的工作人员也都在积极的沟通，看下一个场次的赛事是几点钟来开始。每年两位法令裁判。这次其实整个113年全障运的转播，还有我们在现场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辛苦。这次能够透过 Hop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免费来收看所有的赛事，我相信观众应该也都是觉得非常开心。在各个项目其实也都可以透过这个 YouTube 的直播来 follow 来更新最新的这个赛事的状况。那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在田径的赛程今天才到第3天而已，明天早上还有非常多精彩的赛事尤其到最后一天，大家最期待的都会是压轴登场的接力赛，所以在明天5月28号，也要请大家早上记得要来锁定 Hop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继续来收看精彩的比赛那稍后要继续看到肢体障碍男子组200公尺 T46级的决赛，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待比赛的开始。
前路线报告，男子铁饼 F96级决赛，男子铁饼 F56级决赛，参加选手，我们的时间已经到，我们开始点入，麻烦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北市的选手。麻烦请到点入处，我们开始点入。我有肖像权，不要乱拍哦。颁发肢体障碍男子标枪 F44级，第3名金门县许慕勇，成绩23公尺67。第2名宜兰县刘正明，成绩27公尺66。恭喜第1名台北市蔡宗伟，此次也拿下了相当公认的金牌。蔡宗伟以42公尺47再度蝉联这个项目的冠军，恭喜蔡宗伟，也恭喜刘正明、许慕勇拿下2、3，恭喜感谢颁奖人。我们感谢南投县教育处副处长我们吴副处长亲临会场来为我们所有的选手加油打气。我们谢谢吴副处长的关心。
参会报告，车号 BBC 2779的车主，您的车子挡到游览车的进出，麻烦移动一下您的车子啊。车号 BBC 2779的车主，麻烦移动您的车子，以防影响我们游览车的进出，谢谢您。场次 F360场，视觉障碍女子的标枪 F11型的比赛也要进入后3次的决赛。那目前占据第4，宜兰县杨明6公尺第4，占据第4，占据第3，基隆市前。欢迎回到比赛的现场，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田径第3天的赛程，我们接着要来看到肢体障碍男子组200公尺 T46级的决赛。好，尽管今天已经是星期一哦，已经来到了周间期间，那今天还是有不少的摄影师朋友们，好，今天也是来到了我们全障运的现场，来为我们的运动员捕捉非常珍贵的时刻跟身影哦。障碍男子200公尺，来看到男子200公尺 T46级决赛的到次介绍。第4道台北市杨正龙，第5道新竹县詹祥清，在田径的分级方面哦，45到47级的选手是上肢功能的障碍，42到44是下肢功能的障碍。两位选手已经就位。来看到T46级200公尺的决赛，台北市的选手杨振龙速度非常的快。大会纪录跟全国纪录是由他保持的。他在跳步、直步都有不错的成绩。迅速通过了弯道之后，进入到直道，最后的迈向终点冲刺。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杨振龙通过终点，初步成绩27秒80，再度超越他自己的抱歉，他的成绩是最好是2592，其实非常的接近哦。虽然没有刷新全国纪录，但是仍然是一个很理想的表现。台北市的选手杨振龙。早知道我也下去嘛。跟詹祥清两个人也是相当的友好。不错，非常不错。这种互敬的这种运动家精神，是我们在运动赛场上、竞技赛场上最想看到的画面。都是非常尊重，而且非常珍惜这个可敬的对手们。好，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转向听障男子组铅球的赛事。画面上方看到我们的这个听障国手林根。林根这几年的成绩也是下滑蛮多的哈。毕竟年纪的增长。对。林根昨天在练球跟铁饼的赛事都是有站上颁奖台，在练球的部分获得了金牌，在铁饼的部分是收下银牌，稍微比较可惜。那他赛后自己也提到，其实在铁饼的比赛的时候，因为最后获得金牌是他的台北市的队友，其实当时他自己也是觉得稍微有一点压力，有点紧张。那自己也是自嘲开玩笑说，现在体重的上升啊，让他在力量上还是多少有一点受到影响。不过昨天在上午的赛程在练球的部分，林根就也是以非常大幅度的领先来获得金牌。那今天就要来看看在铅球的表现会如何。
稍后马上就要来进行听障男子组铅球的决赛。参加的选手还不少，有10位选手参加。应该是刚才整个选手都已经投掷练习完毕，现在应该是准备来做正式的比赛。今天在听障组的赛事稍早也已经比完了女子铅球的比赛，并且是以台北市的选手郭嘉密9公尺60的成绩获得了金牌。第2名跟第3名的选手同样都是来自于台北市。哇，台北市这个是在听障女子组是横扫颁奖台第2名是许安怡8公尺86，第3名是林文芳的6公尺39。许安怡也是我们标枪的好手，也都是代表国家参赛。看到在男子组铅球的赛事现在也正式开始。第一位登场是桃园市的选手黄志涛。第一次试职的成绩8公尺05。第2位登场的选手同样是来自于桃园市，周建生。第3位要登场看到的是台中市的选手王玉红。有声音吗？台中市选手王玉红第一次的试职，来看一下成绩8公尺40。下一位登场看到的是彰化县选手黄习生。第一次试职的成绩7公尺24。接着要登场的是高雄市的选手沈家伟。哇，这次成绩蛮不错的，8公尺33。在目前登场的5位选手当中，现在是占据第2。目前的领先者是台中市的选手王玉红，8公尺40。接下来登场看到的是高雄市选手戴世强。戴世强在昨天铁饼的赛事中是以第3名获得了铜牌。我这次的第一次试职距离是相当的远，来看一下成绩
哇，来到了10公尺89。戴世强第一次的试值就让他直接冲上了领先的位置，10公尺89。下一位登场是屏东县的选手陈忠义，这个距离也蛮不错的，来看看最后丈量出来的成绩如何。11公尺30，所以现在是屏东县的选手陈忠义来到了领先的行列。桃园市选手谢承麟，9公尺25，也相当不错的表现。接下来就要来看到全国纪录保持人台北市代表队的选手林根，目前也是在台湾体大担任教练，是全国的纪录是由林根保持的13公尺60。来看看他的第一次试值，哇，就是出了界外，角度的掌握没有处理好。当然林根现在年纪比较长一点所以跟他过去以选手的身份巅峰时间的这个成绩可能稍微会有点差距，不过在国内仍然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所以那个裁判在执行工作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我们很多裁判曾经被铅球打到脚掌，还有被链球的链子打到。下一位登场是台北市的选手邱义浩，也是昨天在铁饼的金牌得主。哇，这一次的成绩11公尺84，哇，现在是邱义浩台北市的选手，邱义浩来到了领先第1位。那暂时排在第2的是屏东县的陈忠义，11公尺30。昨天在铁饼的比赛中，其实许多的选手也提到，看看哪一位选手能够先把最好的一指丢出来，接着就是把压力丢给他的对手了。黄志涛的第2次试值。我跟正刚看到的是屏东县的陈忠义，11公尺22。因为陈忠义应该是有兼项比赛，所以他在第2次的时候要求他要先投组，然后到其他的地方去比赛。所以现在是第2次的第1轮是桃园市的黄志涛，那刚才因为他有兼项比赛，所以他先去做一个投掷，第2次先做投掷。继续来看到台中市的选手王玉红，彰化县的选手黄习生
第3次的试值。成绩是7公尺29。下一位登场要来看到的是高雄市的选手沈家伟，刚刚在第1次试值的成绩是8公尺33，来看看他第2次试值的表现。对，刚刚陈忠义选手在要求先进行第2次试值的，第2次试值结束之后，后面的几次试值就不会再继续进行了。因为刚才查了一下，他应该是没有其他的项目，但是按照规则，裁判不应该给他先行投掷。他除非他有其他的项目，他有兼项。要兼项的话，对，他有兼项，我才会要求我要调整比赛的顺序。那因为听障跑的跟投掷的应该冲突的机会蛮不大，不像那个肢体障碍，他又要参加有的时候会参加很多项对。所以这个问题我还要请教裁判长，因为有时候他们裁判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在上一届在台中比赛的时候，裁判要破他们的前股纪录的时候，他不能直接把高度拉高，结果他们2个选手要求的时候给他跳，那是在规则上不允许的。跳高的部分。对。因为除非剩下1个的时候，他可以要求我高度要提升到多少。所以像刚才我发现他怎么会先投掷，因为他打一个记号，那我想说他可能有兼项。刚才这一侧查了一下，好像其实也没有哦。对，来看一下林根的第2次试值，试值成功，来看一下距离如何。试值成功也总算露出笑容。但是这个笑容是有一点苦笑，表示他的成绩不是很理想，他有一点露出苦笑的那种感觉。11公尺34，所以还是输给他的队友，他的队友在昨天铁饼赢他。11公尺34的成绩目前是占据第3。来看到目前的领先者台北市的选手邱义浩。第1次试值的成绩就指出了11公尺85，来看看他第2次试值的表现。哇，距离还是非常的远哦。哇，邱一豪的力量连续2天都有展现出来。哇，向前推出来的这个高度跟距离都很足够。12公尺10。哇，看看今天邱一豪有没有机会把状态调整到最佳，来挑战一下林根曾经在2012年当时的首尔听障亚运会所支出的13公尺60。那当然，对纪录保持人林根来讲，现在其实也是教练的身份啊，所以平时的训练量其实也不像过去是选手的时候那么的充足。再加上其实关注体育赛事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不久之前台湾体大才刚刚承办了这个今年的全大运，所以对林根选手来讲，也是前一段时间都忙着在学校筹办赛事。对，在大运会的时候也看他忙进忙出的。对。下一位登场是台中市的选手王玉红。这2届台中市跟新北市2个的衣服是一样的。
差一点变96公尺。成绩是9公尺04。黄希生。其实，在国际赛会里面，他的要求跟规定非常严格。我们可以发现，那么台北市的选手都没有按照他们，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化妆给他们按照规定，他要穿台北市的衣服才可以出赛。结果他们每个都穿自己的衣服，虽然写的是台北市，但是在国际正规比赛，他是不行的。每一个队伍会有自己统一的服装哦。他会送衣服给大会去看。正规比赛里面包括全国运动会都应该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发现很多县市他们花的衣服都有按照他们来穿，但是你如果去看台北市的话，在这2天比赛下来，我们就发现他的服装每个人穿每个人的衣服。沈家伟的成绩也有比他前2次试职的成绩再进步，8公尺87。接下来看到的是高雄市的戴世强。戴世强本来以前也就是一个全球的选手。那现在的成绩目前是占居第2，11公尺46。目前的领先者是台北市的选手邱义浩，12公尺10。场边的裁判们似乎在协调着什么。这个南投国中的小朋友应该也觉得很疲倦呢，这几天都很辛苦，一大早就来到田径场啊，忙进忙出的。对，他要比别人还要早来晚回。2年一度的全障运是国内在身心障碍运动最高层级的赛事。好，刚刚等的比较久，应该是选手弃赛，所以下一位登场要看到的是桃园市的选手谢晨琳。这次试职的距离也不错，来看看有没有办法突破10公尺。谢晨琳前2次试职比较好的是前一次的9公尺51。哇，可惜这次是8公尺96。下一位登场就要来看到国内艇长的铅球纪录保持人林根，不过刚刚已经要准备了，裁判叫他先等等。来看一下林根，现在铅球的第3次试职。我自己应该是觉得还蛮满意的，对这一次的表现。前面也提到，现在林根是在台湾体大任教，担任教练。平时的兴趣包括跟朋友一起去钓虾，还有骑重机。培养的个性是一个蛮幽默的选手哦。我来看一下今天的成绩，12公尺哦。现在12公尺16的成绩是窜升到了第1，那就要看看他的队友。压轴登场的邱一浩如何反应？看看2位台北市的选手会不会互相激励。邱一浩前一次试职的成绩是12公尺10。
这一次的表现也很不错，来看看成绩的丈量。两位台北市的选手今天应该会是相互较劲，来拼颁奖台上的位置。哇，11公尺87，比较可惜一点，所以现在经过了前3次试值，在排行上是有做了更改，现在变成是台北市的选手林根，也是目前听障的铅球国内的全国纪录保持人林根，现在是以12公尺16的成绩，先排在领先第1位的位置，就要看看选手们在后3值的表现会如何了。那么今天在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田径第3天的赛程转播的服务到这边也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这边也再次提醒各位观众，我们在明天5月28号早上的9点钟会继续为大家带来田径第4天赛程的转播，也请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网络在 Hub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的转播服务哦。今天也非常感谢刘富福教练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我是蔡依锦，这边也和我们台亚卫星的直播团队们一起跟各位观众们说声感谢收看，我们在明天再见喽，拜拜。20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